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等一下就去我所在这个地方科隆市的市民中心，去询问一下我那个放弃德国籍的事情，看看他们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。因为昨天呢，我去了中国，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领事馆去询问，按照我的情况呢，我是可以入中国籍的，或者叫恢复中国籍。但是前提是呢，我要先把我的德国籍取消。等一下我就去咨询一下啊。我现在用前置摄像头吧。我家离这个市民中心不太远，就是走路5分钟左右吧，大概500米，400多米，500米。在等红绿灯，前面你看那就是科隆大教堂。走路到市民中心去，看看到底已经有什么结果。前段时间这里发生一次车祸，就是一辆车可能闯红灯了，然后呢跟那个地铁相撞，好在没死人。你看还是汽油的摩托车，德国的电动车非常的少，比例肯定没有中国的一半那么高吧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昨天呢，我去我们这里的中国驻德国领事馆去询问，刚才说了啊，那里的人工作那个态度非常好，非常客气。因为按照他们给我那个单子啊，有个 list 一个单子，我就准备了所有的材料，然后呢，他们把我的材料都看了一遍，把它收上去了。表示呢，他们受理我这个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，也就是说，按照我的情况，我是应该是完全符合恢复国籍要求的。所以呢，从我的角度来说啊，就是我认为我们坊间传说啊，中国国籍很难拿，这是一种误解吧。我认为啊，只要你真的按照那个领事馆给你的那个单子，你去准备你的东西，只要你能拿得出来，那就表明呢，你入籍或者恢复国籍是没有问题的啊。而且，我认为，如果你是在海外居住的那个原来的中国人，然后呢加入了当地国的国籍，只要你能拿出证明材料，证明你原来呢是拥有过中国国籍的人，又没有什么犯罪记录，国内的他肯定知道了，对吧？然后在你现在所居住这个国家没有犯罪记录，然后提供你国内的什么亲属证明啊，一般是直系啊，比如说像我国内还有母亲，我父亲刚过世嘛，我母亲还健在，然后呢我还有兄弟姐妹，这些材料你都应该拿得出来。然后呢，国内还要有房产证，这个我也有啊，因为我在农村，我有个那个土地使用证，那个土地上面是有我们自己房屋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条件我也满足。然后经济条件我也完全能够满足自己养活自己，对吧？我自己在德国有收入，在德国有房产，然后呢，如果是把德国的房产卖掉之后变现，然后呢把这钱转回国内去，这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我的条件都满足了，他们看了之后呢，就给我了一个回执，就表示呢已经收了我的材料了。在这里呢，我想补充一点啊，在我去市民中心的路上，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搭了很多的脚手架。这里啊，我来到科隆之后大概2、3年，这里就这样围起来了，大概有20年了吧，现在还没有完工。这个面积我觉得就是最多300平方米左右吧。据说这是一个什么犹太人的古迹，然后因为犹太资本很雄厚的啊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们就是可能要求市政府把这个地方把它维修起来。这个效果图就这样子。听说就是在罗马时代，因为科隆呢被罗马人统治过，所以在罗马时代呢有犹太人什么遗址，
我给大家看看，你看这个人，他手上拿的就是那个犹太文，对不对？科隆呢是一个有2000历史的城市啊，你看一直在围着，20年了还没有完工。你想想看呀，要花多少钱，对吧？好，等一下我就到市民中心那个地方了，然后就不能拍了。前面是大教堂，也不远了，大概200米左右。前面呢就是市民中心，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。德语叫空根centrum。好了，等一下我就不拍了啊，对吧？这里写的是科隆市那个市民中心或是客人中心，就是专门为我们在这里户口登记在科隆的呢市民服务的啊。好了，我刚才进去之后，那个是女的工作人员，还是一个黑人呢。不过应该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，因为他说的德语没有任何的口音，所以我估计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而且他的国籍应该是德国国籍嘛，估计。态度挺好的，非常客气。但是呢，他说他从来没有受理过，所以他要去问别的同事，然后呢把我晾在那边晾了大概5到10分钟左右，然后回来了。后面很多人在等着。因为今天礼拜5嘛，可能好多人呢专门抽了时间来办理什么自己的私人事务，所以等待的人比较多。然后呢，他给我解释一下，他说啊，像我这种情况是第一次遇见，就是放弃或者不想要德国国籍，然后想加入中国国籍的。他说以前没有见过，因为一般其他的外国人可能都喜欢拿德国国籍吧。所以像我这种情况比较少见，然后他就去问了同事，问了同事呢，最后呢，他给我了一个 email， 叫我呢直接发 email 到这个地方去，也是科隆市的一个点，可能是专门管这种的吧。然后叫我呢去跟他们陈述我应该想怎么样，因为我拿了那个领事馆给我一个相当于证明，前提条件是呢，我一旦取得这个德国取消德国国籍证明这个证书，能够提供给这边中国的领事馆，然后他们可以马上给我发中国的身份，给中国的护照。这领事馆他们就是在德国的，可能要在大使馆去那个印制那个护照吧，反正我就可以，可能几天之内就可以拿到中国身份了，这应该不困难。那位女士呢非常客气，她就给我这样解释的。而且我发现呢，法律就是法律啊，它比如说中国呢，目前的法律是不承认这个同婚的，对吧？就是我和我德国的先生这种所谓婚姻关系呢，在中国是不被承认的。那个女士也告诉我，因为她看我的材料，我得如实啊写啊，对吧？所以她知道我在德国有这种伴侣关系。她说你的德国那位伴侣那就不被中国法律承认，那今后怎么办？我说肯定要遵守中国法律啊，怎么办呢？以后再说吧。也就是说，中方官方是知道我这个同志身份的，也没有问题。他说这个呢，我满足条件肯定可以发给我中国身份，所以从这点来说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因为我觉得哈，就你只要跟官方打交道哈，不要有任何隐瞒。当时我就想了啊，因为那个表格上面写的你的婚姻状况，对吧？它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，比如说是结婚的、离婚的，或者还有其他。那我就在其他的地方我要写上啊，然后说我现在是所谓的婚姻状况是怎么样的，所以他们就看见了吧，这没有问题。所以相对来说，我认为啊，中国的法律还是比较与时俱进的吧，这点有点让我意外。当时我就想了，如果我把这个我的同志身份公布给中国的官方，是不是有什么麻烦？现在看来也是我多虑了啊。
然后呢，还有第二个可能性，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我要马上如果能够提供取消德国国籍证明的话，就是领事馆可以马上给我中国身份。如果这个拿不到这个取消德国国籍的证明，那有第二种就是放弃德国国籍证明，它是两种不同的东西。放弃就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的啊，但是这个就对领事馆发我身份呢就比较麻烦一点。他们说呢要把我的材料返回到中国那边去，有可能中国那边的移民机构呢来处理我的材料，这样就比较麻烦，而且时间可能更久。具体多久呢？他们没有说，那位女士没告诉我。她说最好啊，你能够提供取消德国国籍的证明，这个是最简单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是想去问这个啊，但是不出我所料，这个确实呢，德国方面不能办法给我，而且我觉得我不太走运啊，因为是从今年6月27日开始，德国实行了新的那个移民法，或者叫什么国籍法吧，就是允许在德国的公民，你当时有德国籍的话，那如果是你另外一个国家发给你一个国籍，然后你那个国家呢允许双重国籍或是多重国籍，德国现在也允许了，所以他就可以发你一个德国身份，然后你还可以要一个外国身份，其他国家身份。但是他们知道中国这法律是不允许，所以他们说他不能够给我开这个证明啊。所以目前就这样。我现在呢走在科隆一条最主要的步行街上，就有点像上海的那个南京路或者北京的王府井这种位置啊，这种地位，也是科隆也是德国人气最高的那个步行街、商业街之一，大概是能够排进德国的前5吧。今天是礼拜五，人还是蛮多的，可能下午啊人更多。现在天气呢还挺好的，夏天不冷不热，我还是喜欢德国的夏天。白天一般是25、6度、27、8度，这是正常的气温。晚上呢15度左右，所以在德国一般的家庭呢都不会有空调，因为一年可能就是10天左右嘛需要空调。比如说前几天，大概是4、5天前吧，白天最高气温有1、2天达到37度，这是差不多是创历史记录了。但是晚上呢还是21、22度，所以还勉强能够支撑过来。大概2天之后呢，就来了一场阵雨，然后这气温又降下来了，就变成了目前这样正常的气温了。这个老人在干嘛呢？哦，也是乞讨的，有人给那个硬币在那里。刚才我在拍这个人吧，拿着那个袋子的，扛着袋子的这个黑人，大家看看，他去垃圾箱里面去找什么东西。就是在德国有那个押金啊，有瓶子有押金，2毛5一个押金，所以很多人呢在城市里面去垃圾箱里面去找那个瓶子，有押金的瓶子，它是其中一个了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等一下呢，我要步行大概1公里左右去拿一个快件，因为我昨天呢不在家，然后那个快递公司就发个 email 说我人不在，所以呢无法投递我的快递，我要自己去一个点去取，这个非常麻烦，在德国不像中国那么方便啊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得抽时间到那个地方专门去取，要步行，从我家到那里有1.5公里，从我现在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大概1公里左右，所以呢还得去啊，很麻烦，没办法。这现在就是德国人的，在德国人的那个日常吧，街景。这有卖唱的。
继续往前。德国的穆斯林还挺多的。继续往前。给大家看看，在德国在街上经常有那个乞讨的人，比如说那也是有一个啊，对吧？坐在地上。然后呢，这边又有一个，对吧？这呢有一个什么 NGO 的组织，叫什么国际，不知道怎么翻译。什么？它主要是讲什么人权的这种 Amnesty International， 不知道怎么翻译成汉语。一下啊。哎呦，这个人，他有的时候露出他的那个肚子，也是个来寻找那个押金的瓶子的一个人。有点神经不太正常一样。好，步行街差不多到头了。这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店。你看前面又有一个乞讨的坐在那个地方，姜太公钓鱼。这里是家书店。继续啊，我刚才说到那个入籍，对吧？就是加入中国国籍，目前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只要我能够提供德国给我那个证明，我就可以马上拿到中国身份了。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。今天呢，我还，不是今天，前2天啊，我在古巴的时候，不是跟2个想润到美国的人交谈吗？我说，我想放弃或者我想取消德国国籍，他们表示非常不可理解。他说德国身份挺好的，你还要放弃干嘛呢？好多人梦寐以求呢，等等，对吧？人各有志嘛，他们花大价钱。冒着生命危险润到美国去，然后呢，我好好的再留个德国身份，我不想要。你看，这就是人与人的区别啊。好，这里又有一个什么施工地带，又围起来了。我们看这家银行门口有个人拿着一个大的袋子，里面呢有很多的瓶子。他就去捡那个有押金瓶子的，这个人也一样。所以现在在德国啊，去捡押金的瓶子也是一门竞争很大的副业。好多人聪明一点呢，是专门跑到机场去找，那种是比较聪明了。因为机场很多人喝了饮料之后呢，就把这个有押金的瓶子就放在机场的垃圾箱里了。相对来说，那里的竞争可能小一点。原来我就想到了，机场的这生意肯定更好啊，哪知道我还没有说出口，然后我就看见有人在那里捡瓶子了，在机场。说到机场啊，我就想起来，在德国，唯一不收费的厕所大概就是机场了啊，其他地方应该没有。比如说在德国火车站，它那个厕所是收费的。我那天专门去看了一下，要小便大便好像都是一个价格，好像是1欧元吧，1欧元就是差不多人民币8块钱了。听网友说，有的人去什么法国啊，什么其他国家，那边有的厕所收费更高，好像要2欧元吧。还有个说他花了5欧元去人家那个私人的饭店去，因为他确实内急没办法，那个人呢要他给5欧元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厕所？5欧元就是人民币差不多40块钱了。
出门在外啊，才感到各种各样的不方便。有的时候想起来，还是生活方面是中国蛮方便的啊。好，我还是继续往我要取快件的地方走。你看，很多人骑自行车的，这自行车是人力的啊，不是什么电动踏板车，也没有国内那种电动摩托车。除了人力自行车就是汽车了，汽车大部分呢都还是烧汽油、柴油的。我在科隆的也是一条主街道上，尽量往有阴影的地方走吧，因为有点热，在太阳下。这里的这个地铁呢，在地上跑的，国内有的地方也叫有轨电车，对吧？我就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吧。像这个啊，在科隆市啊，坐这种公交，现在上车是短距离是2.1欧元，在市内其他的啊，就是3.5欧元，3.5。2.1欧元呢，只能坐最多4个站。然后3.5的话，就是你去程方向最多可以坐90分钟，但是呢不能来回啊，只能往你想去的那个目的地那个方向，所以你可以坐什么公交车，也可以坐地铁或者火车、慢车都可以坐，只要去的那个方向有这种交通工具都可以。相对来说，我觉得德国的公共交通很贵啊，3.5欧元。都不敢折合人民币了，因为折合人民币就是天价啊。多少钱呢？3.5欧元就是差不多28块人民币了。坐公交车啊。现在我还是在主街道这种店，看上去呢也比较萧条，人气不高，很多店也关门了。你看比较冷清的，没人。现在这个点也没什么人，有垃圾在地上。哎，老外好喜欢那个刺青啊，我都不太习惯，特别是女的。你刺青啊，我觉得小的可以啊，但是有的人全身都是那个刺青，好难看呀。这里是个酒吧和餐厅吧，目前人也不多。现在总体来说，在德国，在外面吃饭都很贵哦。一般我都不敢去外面吃了，因为不合算。上次餐馆啊，你没个25欧元下不来，人民币就差不多200块了。好，我们等红绿灯吧。前面那个女的那红那种单车啊，是比较环保的，可以放货，还可以搭人，而且很贵的这个车，这可能要5-6千欧元吧，能够在国内买一辆那个电动汽车了啊，像50啊，什么都可以买了。原来这里有个吉星的店，现在看来也还有。这也是在，你看，这吉星那个店，那个 logo， 今天里面有人，我就不进去了，也没什么进去的。现在已经到吉星4了。这是科隆这个地段，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地段吧，有各种高档的那个店。这是家具的，然后这里有个很老的那个城门，很老。街道都比较狭窄，然后这里有个地铁站，有
2路地铁。现在我就继续往我那快件那个取快件那个点去走。又看见一辆这种环保的绿党的人特别喜欢这种车，因为它有一个电动的摩托引擎，然后呢又不烧油，能够装货，能够装人，所以特别实用。在德国，这里你看大部分都是骑自行车的，等红绿灯。双层旅游巴士。感觉现在气温高起来了，有点冒汗了。现在我到一家超市前面了，你看，这经常性的有人在乞讨的，像这个女的，今天以前是男的，现在变成一个女的了，在这都有新鲜血液啊。然后这里都是酒鬼聚集的地方，好几个，长年累月都在这里，他们。有时看到他们就觉得啊，德国真的没希望了。确实，现在8月中旬，但是很多叶子已经掉了啊。好，又红灯了，等一下吧。那前面是同志那个酒吧街，相当于你看那彩虹的颜色。这里呢是科隆比较好的区，跟我们那个区差不多，所以大家看见像这种是住宅楼啊，像这种是商住两用的，有什么叫什么医生的诊所啊、药店啊，上面还有住人的，这种也是商住两用的。在这个地段呢，大概这种房子可能是上世纪60、70年代、70、80年代的，大概欧元要7000欧元左右1平米啊，7000就是人民币5万多。这是在科隆，这是中等偏高的那个产业的价格，目前就这个价格。在慕尼黑最贵，在慕尼黑大概要1万欧元左右，像这种质量的房子，也就人民币大概8万块钱左右。最贵的当然要1万多欧元了。这里地上有个人铺着睡袋，可能忘记了吧，或者去小便去了，有可能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刚才我就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情况，以及我申请重新加入德国籍的情况啊。到时呢，我给大家再报告一下，看看就是取消德国国籍的证明到底办得怎么样，因为我要发一个邮件给他们。看看他们能不能回复，没有电话啊，只给我一个电子邮箱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啊，看看吧，德国有关部门能不能配合我。前面这左边有个黑人在那里乞讨，我不敢拍他，因为怕他反感。到时呢，我会给大家继续报告我办得怎么样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边走，也相当于记录吧。然后呢，说说我最近呢办理入籍的情况。这应该是相当于中国农民工性质的，估计呢是东欧的人，他们拿着行李啊什么之类的。OK， 到时我给大家反馈了。那朋友们，我想补充一下啊。我今天走的路线，我拍的地方都是科隆比较高端的地方啊，没有什么贫民窟，真的是主要的商业街。我现在走的也是一条主要的大道，也是商业气息比较浓厚的地方。这都是科隆可以说最好的地段了啊。大家看看现在科隆啊，或者德国这个发达国家街景就这样子的啊。好的，那下期见。